挂了电话后，林医生的脸色很难看，他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夜色。战岳原来是首富战家的少爷，不管战岳排行第几，他都是战家的少爷。他的高度是林医生、钟奇医生都仰望不了的。战岳会投胎啊，投胎到首富战家。怪不得战岳想在万盛花园买房子，马上就能全款买上一套房。怪不得战岳周身散发着尊贵的气息，哪怕他不想捧高情敌，也不得不承认，战岳的外在条件就是比他好太多。就因为战岳比他好太多，他才担心，才会见到战岳就讽刺他，把战岳当成是啃兄啃嫂一族。殊不知他才是个笑话。战岳开的豪车，不用问也知道是战岳自己买的，他哪里需要啃兄啃嫂呀？他自己就有的是钱。良久，林医生才回过神来，他当即就打电话给曾小雅。曾小雅刚下班呢，她骑着电动车出了医院，听到手机响，便在路边停下来，拿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林学长，他在心里叹口气，怎么又是林学长呀？他都和林学长说得很清楚了。林学长下午不是和何小姐一起带他父母去海边玩吗？怎么还有空打电话给他？犹豫了片刻，曾小雅还是接听了林医生的电话。林学长，怎么了？小雅，战岳骗了你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林医生着急打电话给曾小雅，就是告战岳的状。战岳会告状，他也会告状的。相较于他找战岳聊聊，战岳的欺骗更让曾小雅生气的。只要小雅知道战岳骗她，就不会再喜欢战岳。小雅最恨的就是被人的欺骗了。曾小雅愣了一下，随即问道：战岳骗我什么了？他有什么值得战岳去骗的？他就是骗了你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曾小雅答道：他骗我什么了？我知道他是谁啊，他是战岳。林医生在电话里呵呵地笑，小雅，他是叫战岳没错，他有没有告诉你？他不是普通人，其实是首富战家的少爷。没想到吧，他居然是首富战家的少爷。首富战家可是千亿豪门，他们那种大少爷跟咱们的差距太大了。他对你不会是真心的，他就是图个新鲜，玩玩你的。他们有钱人最喜欢玩弄女孩子的了，换女人如同换衣服，仗着他们有钱。要换女朋友时就拿钱打发救人。小雅，你千万别被他的甜言蜜语骗了，他就是玩玩的。曾小雅说道：我知道他是战家的少爷啊，他在他兄弟当中排行第8，亲兄弟当中排第3。从认识他开始，我就知道他是战家的8少爷，他没有骗过我。还有，我和战岳只是朋友，他什么出身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我和他聊得来就行。别说他不是在追求我，就算是追求我，我也相信他的真心。战家的好家风在管城不是出了名的吗？曾小雅是相信战家的男儿很专情这个说法的。与老太太等人相处过后，她觉得传言不假。林医生冷哼2声：小雅，你别傻了，一个男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对一个女人那么好的，必定有企图。况且战岳亲口承认过，他就是喜欢你，要与我公平竞争的，他不是随口说说的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对你的喜欢，每次他看你的眼神都是亮晶晶。好家风都是传出来的，是他们刻意打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已。你看看他们家的几位少奶奶，哪一位是普通人？全都是名门千金、女强人，全都是门当户对的。就连曾经说是灰姑娘飞上枝头的战大少奶奶，人家也是豪门的后代，所以别傻了，别听他们说的，那是他们为他们家族男人打造的一个好型象罢了。真正的灰姑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曾小雅平静的道：不管他们的形象是真的还是刻意打造出来的，与我何干？我说了，我和战岳就是邻居，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不要老是拿战岳说事。曾小雅没有攀高枝的想法，就不在乎战岳是什么身份。
战月是豪门少爷也好，普通的打工仔也行，他和他只是楼上楼下的邻居，聊得来的普通朋友而已。他交朋友只看人品，不看家世背景。林学长战月的身份，我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，我对他也没有想法，所以我不在乎他怎么样，他没有骗我。小雅一开始就知道战月的真实身份，但小雅没有告诉他，任由他将战月当成是肯一族。不过他也没有问过小雅，要不是想找到战月的缺点，他都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战月的背景。是他轻敌了。林学长，我先回家，你好好陪叔叔阿姨度假。说完，曾小雅挂了电话，重新骑着电动车回家。回到曾家诊所，又看到战月的那辆电瓶车停在诊所门口。战月晚上不用应酬吗？怎么又来他家了？难道真如林学长所说，战月其实是在追求他？曾小雅停好车，正想进去，就看到战月从里面出来。小雅下班了。战月笑着和他说话，他生得好看，笑起来也很好看。这个男人走在街上，回头率是极高的。他待人也温和有礼，不摆少爷架子。你今晚不用应酬吗？晚上有个饭局，跟客户谈完了生意，吃完了饭就接到我奶奶的电话，说老宅那里送来了自己种的时令水果，奶奶让我给你送一点来，让你尝尝鲜。我只好匆匆赶回家，拎上2袋水果就过来了。车流量太大，我骑电动车快很多。原来如此。曾小雅打消了怀疑的念头，她笑道：战奶奶太好了，有新鲜的水果吃都想到我。我奶奶是很喜欢女孩子的，只要和她眼缘的女孩子，她老人家就当成亲孙女疼爱。战月说道：奶奶经常骂我们这些孙子，说一个个都是男的，没有一个变成孙女，害她判了9次就失望9次。曾小雅笑道：谁都是这样的，孙子多了就想有孙女，孙女多了就想有孙子，总想什么都有，事事如意。但世间事哪有事事如意的？人生是10有8九都不如意呢。战月说道：可不是吗？现在我大哥大嫂生了个女儿，我奶奶抱到了曾孙女才好一点。以前呀，看到别人家的女儿，我奶奶总想抱人家的女儿回家呢。最想抱叶君博的独女，人家叶君博也才一个女儿。奶奶每次去了风尘山庄，总想将君言抱回来养，害得君老太太防贼似的防着奶奶。君奶奶走后，奶奶很久没有去过风尘山庄。哎，人这一生呀，要送走很多认识的人。想到奶奶年纪大了，战月担心哪一天奶奶也会离开他们，哪怕知道人终有一死，早晚都会有那一天。可是想到会失去奶奶，他还是害怕。在你们家生女儿才是最宝贝的，那是奶奶有了一个曾孙女，还想有2个、3个，希望我们都能给他老人家添个曾孙女。不过目前除了大嫂，其他嫂子都没有生到女儿，能有贝贝就很不错了。战月虽然也喜欢女儿，倒是没有像奶奶那样有着强烈的期望。若有一天他拥有了2、3个儿子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像奶奶那样盼着有个女儿了。不过他不会生那么多儿子的，生一个就够了。反正他堂兄弟多，人人都有娃的话，他只有一个孩子，他的孩子也不会孤单，多的是堂兄弟。想那么远干嘛？他现在连老婆都还没有追到手呢。小雅，你吃完了，喜欢吃的话跟我说一声，我再让人摘了送过来给你吃。战月说道：我们老宅那里种了不少时令水果，一般都是自己吃，有多的话才会卖出去。其实卖出去的很多，他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，顶多就是刚成熟时，尝尝鲜，送一点给亲朋好友。这些话战月就没有必要说出来了，免得曾小雅不敢收他送来的新鲜水果。好的，我吃完了就跟你说。小雅客气地应着。你要回去了吗？奶奶让我送水果过来，
我送过来了。和二叔二婶聊了半天，也该回去交差了。是了，你什么时候休假？我奶奶总是问你什么时候休假，什么时候去陪她。我说你才休假没2天呢。曾小雅没想到老太太会念叨着她休假的事，她说道：“这个周6应该轮到我休假了，确定后我就告诉你。”她都有点后悔，一时嘴快答应了战奶奶。不仅是下次休假要去战月家里做客，下次休假还要跟着战月去自驾游赏秋。只是答应了战奶奶，曾小雅就算后悔了，也还要做到。她向来是言出必行，做不到的事，她不敢轻易答应，就怕失信于人，影响了自己的信誉。好的，我等你的电话。小雅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再见。战月深深地看了曾小雅2眼，笑着挥手说再见，便骑上电瓶车走了。曾小雅站在门口目送着战月远去，看不到他的身影了，他才进诊所。二叔二婶知道他回来了，没有出来打扰他和战月说话。在二叔的诊桌上放着2篮新鲜的水果，叶子都还有，一看就知道是新鲜摘下来的。小雅回来了，战月送来了2篮水果，说是他家里自己种的时令水果，新鲜摘下来的，他奶奶要他给你送2篮过来，是很新鲜。他说自家吃的很少打药，绝对的绿色，可以放心的吃。现在这个季节的时令水果就是柿子，柚子是市面上很常见的水果。二婶拿来了水果刀，开了一只柚子，剥干净皮后，她将柚子肉掰开，递给丈夫一块，又递给小雅一块，说道：“尝尝新鲜摘下来的柚子，有没有比市面上买的更好吃一点？痱子还不够熟，先不吃，放上几天，等成熟度够了再吃。除了这2种水果，还有其他水果，有些是进口水果，不用问也知道是老太太让人往篮子里掺入来的。”吃过了柚子后，二叔说道：“是好吃很多，清甜。”二婶也点头认可。曾小雅说道：“战奶奶太客气了，送了这么多过来，我们家半个月都不用买水果了。”二婶笑道：“等我们吃完了，战月肯定又会送过来。早听说游山庄脚下种有不少的水果，也有成片成片的花田，游山庄的风景特别美，宛如一座江南园林，多少人都想去参观，不过并不是谁都能去，毕竟那是首富家的老宅，又不是风景区。小雅，咱们吃了战月家里的水果，也得送点什么给战老夫人。咱们家没有自种的东西可以送，只能送点适合他老人家吃的补品了。改天你休假有空了，就拿2盒补品过去给战老夫人吃，他们自家诊所进的货，不会是假货，才敢送给战老夫人吃。”曾小雅说道：“战奶奶什么都不缺，她家里的补品怕是堆成山吧？不过他们家除了送补品，还真的不知道该送什么。战老夫人有是她的，你送是你的心意，总不能吃人家的，我们不回报一点吧？要有来有往的。”曾小雅说道：“我周6应该能休假，到时候带上2盒燕窝过去，燕窝是谁都能吃，也能放，送给战奶奶最适合了。”又大气，二婶嗯了一声，就送2盒燕窝过去。你周6休假就过去。曾小雅又拌下1块柚子肉吃，说道：“我答应了战奶奶，下次休假就过去陪她聊聊天，顺便参观一下战月的大别墅。下次休假就和战奶奶自驾游赏秋。二婶，你去吗？到时候一起去吧。”二叔二婶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二婶笑道：“好呀，你们什么时候自驾游去赏秋？”就跟二婶说，二婶天天窝在诊所里都要闷疯了，早就想出去走走逛逛。看到朋友圈很多人去看菊花展，二婶也去想看菊花展，还有看那漫山遍野的红叶，看别人拍出来的相片真的很美。还有银杏树，不过管城没有成片成片的银杏树可赏。你出去玩了，我呢？二叔忍不住说道：“让我一个人在家里吗？我也好多年没有去看过菊花展了，
没有秋游过，天天守着诊所，夫妻俩都很久没有出去旅游。有时候想关上诊所的门就去玩的，还没有走远呢，就有认识的人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回来帮他们看病了。所以夫妻俩是真的有好几年没有出去旅游，也就是过年那几天能在本市自驾游。但是过年人太多，哪个景点都是人山人海的，看不到风景的美，只看到人头，体验不到旅游的美好，反而累得不行。后来夫妻俩宁愿在家里看电视，也不想在过年期间出门游玩。二婶笑道：“你在家里看着诊所吧，下次就让你去，我在家里看着，轮流出去放松放松。”二叔：“不行，我要和你一起。咱们夫妻俩好久没有出去放松放松心情。小雅，你们要出去秋游的时候，跟二叔说一声。”二叔要停业1天，然后手机调成静音，当天不接任何人的看病电话，让他们去医院或者邻家诊所吧。他也要休息休息的，主要是想近距离和战家的长辈相处相处，看看战家的长辈是否真如传言般那么开明好相处，这关系到侄女的幸福呢。小雅，听说林医生的父母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二婶忽然问道。她对林父林母印象深刻，对方来过他们这里，感觉就是来相看他们家似的。二婶不是看不起林医生，但她是真不喜欢林医生的原生家庭。知道呀，说是昨天晚上来的。林学长不知道他们来了，昨晚回到家才知道。曾小雅随意的道：“林学长的妈妈血糖高，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市里来复检，再拿点药回去吃。林学长开了诊所后，他妈妈吃的药都是从他的诊所里拿了，不过复检还是要去医院。今天他和何月华带他父母出去逛街购物，下午又去了海边，刚才还打电话给我了。他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”听到林医生和何月华一起带着父母去海边玩，二叔脸上有点挂不住，他私心里还是更偏向林医生的。夫妻俩有时候为了侄女该选谁，还会辩上几句呢。没想到林医生在追求小雅的同时，又和何月华不清不楚的。那个何月华对林医生那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林医生不接受他的感情，却又接受他的关怀备至，接受他的照顾。每次他父母进城来，都是何月华陪同。二叔在心里叹口气，可能老七说的对，战月才适合小雅吧。至少战月不会脚踏双船，是一心一意对小雅，没有备胎。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清楚了，知道了战月的真实身份，就打电话给我，说我被战月骗了，说战月就是个大骗子，说战月是首富家的少爷，与我的现实差距太大，说战月只是图新鲜，玩玩我而已，叫我不要相信战月。曾小雅有点无奈的道：“我跟林学长说了，我和他之间与战月无关，他总是将战月扯进来。战月的真实身份，从我初见他开始就知道了。当时战月出了车祸，但伤得不重，他不想住院的，后来被他哥哥们压着住了院。主任告诉他，那是首富战家的少爷，叫他要认真对待。他从医对待所有病人都是认真对待的，并不会因为对方是豪门少爷就不一样。不过主任好心提醒他，他当然是听着。战月没有骗过他，只是林学长不知道战月的身份，总以为战月是个肯一族，才会以为他也被骗了。他爸妈应该也更喜欢何月华吧。二婶说道：“不知道，那是他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他父母喜欢谁都与我无关。他和林学长永远都不会是夫妻。不用管他，他这是脚踏双船，这边追着你，那边又和何月华一起带他父母去海边玩。管他踏几条船，我又不会上他的船，与我何干？”小雅附到二婶的耳边，小声说道：“林学长那天晚上喝醉了酒，何月华去接他回家的，也在他家里留宿了，2个人同床共枕。何月华拍了他们俩同床共枕的相片发给我，
所以二婶，我和林学长绝对不可能。二婶震惊的低声问，他们俩生米煮成熟饭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何月华说林学长那晚醉得厉害，虽然把他当成了我，但他们并没有做到最后一步，林学长就睡着了。但他们同床共枕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何月华也和我说了，他会用那件事要求林学长负责任的。小雅小声说道，二婶，我对林学长没有爱意，我是无所谓的，但我二叔一直希望我和林学长在一起，他又把林学长当成学生看待，二叔可能会失望，你闲时好好和二叔说说，别太难受，感情这东西讲究的是缘分，并不是先来先得，而是看缘分。有缘无分的，哪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最后也不会成为夫妻。有缘分的，相隔千里都会来相会，会成为一对儿。他和林学长是有缘无分。我会好好安慰安慰你二叔的。你二叔的确是更偏向林医生，不过他也知道你们不合适了。小雅，你觉得战月怎么样？二婶觉得他很好，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他？曾小雅还没有答话，二叔就说了，你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？不能让我听到的吗？老婆，我是你老公呢，你和小雅说悄悄话都不让我听见。小雅也是的，我是你亲叔叔呀。曾小雅笑道，二叔，我和二婶说些女人家的悄悄话，不是很方便让你听的。我也要上楼了。曾小雅笑着起身走出去，将她的电瓶车推进来，放在诊所的门边。我上楼了。二婶笑着看她上楼。等她走了，二叔就追问老七，你和小雅嘀嘀咕咕的，说什么了？不告诉你，让你心思思。二婶笑着起身，将那2篮水果提上楼去，放在冰箱里，那样没那么快坏。